你怎么了？没事吧？我肚子好痛，不关我事啊，我没有撞到他。好痛，我要生了。我送你去医院，那里的事。走。不行，我好痛啊！麻烦你们打995。好痛啊！我要生了，快帮帮我！你不要担心，救护车快来了。你让我看看他有没有受伤。痛死我了，好痛啊！大家散开好不好？大家散开好不好？让空气流通。你觉得怎么样了啊？他跌倒了，突然呕吐，应该是撞伤了头部。我快受不了了！醒醒！啊！你救救我！我不行啊，痛啊！痛吗？我快受不了了！这里痛吗？救我！求求你帮我！我不能失去孩子的，一定要保住孩子！你先撑住，救护车快来了。我现在就帮你做身体检查，如果你感觉痛的话，你就让我知道好不好？痛吗？你那边怎么样了？后脑部受到撞击，不过意识水平有所提高。你那边怎么样了？可能快要生产了，可以过来帮我吗？好，我帮他止血包扎后就过来。控制呼吸，你跟着我。痛死我了，快送我去医院！你冷静点，快就到了。冷静，没人。痛死我了，救救我！不行，好痛啊！救护车来了。救救我的孩子！可能快要生产了。小姐有没有跌倒？是不是第一胎？好，不要紧张，我们很快就送你去医院的。那里还有一个撞伤了头部，你帮我看住他。先生，你听见我在讲话吗？他怎么样？我到的时候，他呕吐了2次，后脑部位受到撞击，出血现象，意识水平开始下降。我暂时帮他控制了出血。叫多一点救护车来支援。小姐，不要怕，救护车很快就会到的。你们是家属吗？不是。你一定要帮忙保住孩子。我们会尽力的，谢谢你们。还好有你帮忙，要不然我很难应付2个人。你是护士吗？包扎手法很熟练。你也做得很好，看来你有救护常识啊。我正要去救护队报道。我也是啊，真的啊。我叫施浩然。许文倩，没想到我们即将成为同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并肩作战。知道了。Run on the T, run on the T, steady, yeah. Hey, now lost station 44. Let's carry out. Training mission. With full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Of safety procedures. So as to prevent accidents, cause injuries to our members of public, and ourselves. On the T, steady, yeah. 要抢救伤患者的生命，第一一定要有时间观念，而且分秒必争，因为在紧急时刻，1分1秒都能够救活一条生命。1秒钟可以救活人咩？我们的手都来不及按到他的胸，怎么跟他做 CPR？ 你懂不懂？有2个字叫比喻。Sorry。第二，这份工作不是普通人能胜任的，要有热忱。还要有3颗心，那就是热心、耐心和爱心。幸好我还有对娜娜的爱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一天如果你拖着脚步来上班，以后就不要来了，因为救人如救火，绝对不能有鱿鱼。那不是自己炒自己鱿鱼？你叫尼莫，我姓倪，倪匡的倪。我爸爸呢帮我取名叫尼莫，因为呢他希望我可以像小说家一样那么有墨水，所以呢他就把我送出国读了很多年的书。看得出来，都这把年纪了才进来国民服役。为国服务是不分年龄的吗，Sir？哦，我叫柯大山，以后你都叫我三哥。三哥，嘿，三哥今天真帅耶！嘿嘿嘿嘿，唱得好，你很爱唱歌是吗？ Yes sir。唱的也不错啊。好，我要你马上做伏地挺身，一面唱山歌一面做，唱到我叫你停为止。Knock it down。 Yes sir。叫我三哥。Yes 三哥。嘿，三哥今天真帅耶！嘿嘿嘿嘿。好像今天有2个 training， 临阵退缩，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免得以后进来之后才后悔。10号人报道，许文倩报道。三哥今天真帅，三哥今天真帅。原来今天一直没出现的就是你们2个。Recover。谢谢三哥。我们是纪律部队，讲究的就是纪律和守时。你们谢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他是见到血就晕倒，你们扶他到阴暗地方休息。你们2个换了制服到我办公室来见我。 Yes sir。你叫许文倩， Yes sir。叫我山哥。我叫施浩然。为什么第一天报道就迟到？迟到是很不好的习惯，尤其是身为救护人员，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分秒必争。因为在紧急时刻，1分1秒都能够救活一个人。我们就是为了救人才会迟到的。还在为你的迟到编造借口？我没有，文庆可以作证。 刚才他身上有伤者的血迹，谁知道那是不是番茄酱 ？Sir， 三哥，刚才浩然够冷静，帮了一个即将要生孩子的孕妇，你也很好的处理头部受伤的少年啊。怎么了？你们2个是不是在唱双簧啊？你们只不过是受过基本训练的见习生，凭你们的本事，你们能够救到人吗？他们的确是在救人。 哎，我是严丽莹，欢迎你们加入。美玲姐，那位孕妇怎么样了？孩子生下没有？孩子保不住，她一直求我一定要帮她保住孩子。先不要急，其实她只是盲肠炎，医生已经帮她动了割除手术。那孩子呢？还没到生产期，虽然是摆了个乌龙，不过你在场给她很大的信心。那年轻人呢？已经清醒了。 也通知他的家人，医生让他留院观察。还说你们有救护常识，连生孩子和盲肠炎都分不清楚。好，让我来考考你们，盲肠炎和产前阵痛分别在哪？盲肠炎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盲肠炎初始有不定位置之疼痛，然后痛楚位置移向右下腹。
所谓产前阵痛，就是胎儿分娩前子宫收缩所产生的疼痛，疼痛部位会从上腹部转移到下腹部。懂得搞清楚就好，以后啊，别再闹笑话了。大山，你别怪他们了，孕妇第一胎没经验，当时情况很混乱，连我都差点搞错了。你们2个怎么还像木头人？谁想跟出去实习呢？我。让浩然去吧，谢谢你啊。Let's go。Good morning, 995. Was he speaking? May I know the location, please? All right. So now she is not conscious. Okay, sir. Thank you for the call. Don't worry, my ambulance is on the way now. Thank you. 救护车必须在警报响起后1分钟内出发，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现场。到了那里，我们必须根据现场情况做出迅速的判断，分秒必争，抢救病患。Alpha 441 responding to location over。我是救护员严美莹，伤者怎么样？好，我们已经在路途中，很快就会抵达现场。伤者在什么地方？我带你们过去。他被人发现晕倒在后巷，初步怀疑可能是被人性侵犯。小姐，你听见我在讲话吗 ？Delicate spine clear. Prepare oxygen. Ma'am. Prepare to load and go. On my count, 1, 2, 3, lift. 1. 准备在救护车上做心电图。Ma'am. 小姐不要怕，我们是救护人员，现在送你去医院检查。我不要去医院，送我回家好吗？小姐不要怕，来，你叫什么名字？Alicia。你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晕倒？为什么会受伤？你是不是被人性侵犯了？小姐，你冷静一点。你是不是刚生了孩子？你不要再说话。你的脉象细微缓慢，四肢冰冷，冷汗淋漓，血虚气脱，都是产后眩晕的迹象。你失血过多，血压过低，造成脑部贫血以致昏迷。你为什么会流那么多血？你要说实话，你是否刚生产？这种事非同小可，你快告诉我们。通知总部，要求支援。孩子在哪里？不知道，我生下他就把他丢了。丢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小姐，你想一想，迟的话，孩子就会出事了。你快想想啊！2顺，快点啊！Alicia， 这关系到一个小生命。来，你仔细想一想，孩子在什么地方？在。必须即刻送院检查。情况怎么样？失血过多昏迷，一度清醒过来，然后情绪激动，再度失去意识。好，我和文倩送他去医院，你们找找看孩子的下落。好。Let's go。新生儿要保持呼吸道通畅，同时要维持体温稳定，必须尽快找到 baby， 才能保住他的生命。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怎么没声音了 ？baby 一定在附近，分头找。嗯。来，哭声好像从那里传出来的，快，争取时间。 来，哎，来，有好料！哎，四大美女，不要跟我客气啊，尽管吃。她们是美女，那我呢？哎，你是我的天使，当然少不了你了啊。谢谢。谢谢你哦，老是买东西给我们吃。不用谢我，你们要谢的话就谢5楼律师8号病床的那个陈嫂。她昨天入院的时候，我买了她的床号，结果就中了。我今天是买东西来给她吃的，所以你们都是托她的福。你运气还真好哎。哎，如果有一天我中了头奖，我就请你们吃满汉全席，然后我也开一间私人诊所，请你们大家过来，1个月1万块。是真的吗？那我第一个报名哦。当然啦，听者有份，要不要报名？好啊好啊，你们还有谁要报名啊？我也要。这喜太好来了。黄奕旭，你刚刚叫我什么？结义大姐啊，大家都听到了，对吗？你这个人不要有事没事就跑来这里吹牛皮，妨碍我们工作。你怕我挖角，不如你过来当我的护士长，我1个月给你3万块，花红假期少不了。还有，如果将来你嫁得出去的话，产假加倍。等你真的中了再说吧，请让让。哎呀，你们还有谁要加入我的新诊所的？快点报名啊！薪水呢，加到你们满意为止。唯一的条件就是跟我这个董事长要喝茶。够了，吹牛王，你自己发白日梦就好了。你们1个2个还不去做工吗？是不是欠骂？我先走了，拜拜。baby 来了，快帮他进去。杰姨，那个产妇恩妮莎怎么样？她因为失血过多，可是经过抢救后没什么大碍，现在已经送入病房，医生会再给她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母子平安，太好了！我先去做工了，谢谢。幸好你们找到孩子，救了他一命。什么味道啊？哇，怎么这么臭啊？是啊，你怎么搞到全身脏兮兮的？浩然救人心切，以为 baby 在垃圾箱里，所以跑到垃圾槽找。当时我只想到 baby 的安危，没想那么多。幸好 baby 不在里面呐。哇！第一天上班就想做英雄了。换成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吗？我啊，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做出判断。啊，搞到自己出事怎么救人啊？那身为一个救护人员呢，不能够太感情用事。还有啊，这里是最重要的。好啦，浩然，你先去洗手间清理一下吧。记得了，千万不可以这样。外面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啊？里面发生什么事啊？快帮我！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有人吗？快点来帮我！我在这里，老婆，快救我！老婆，你怎么了？我跌倒了。好，别担心，我来帮你。老婆，哎呦，小心。你没事吧？你有没有跌伤？没事。你怎么会在女厕所呢？这是女厕所。你是不是？我太急了，搭在裤子上。
没关系，我叫护士来帮你清理。哦，等一下，不要叫女的。好。你干嘛进女厕啊？有一个病人在裤子里面大姐，我是来帮她清理的。对了，我把拖把放在门口，你干嘛还进来？她进错了厕所，我就顺便帮她在那边清理了。放心吧，我已经通知护士，叫他们来接她了。病人呢？来。 美女，谢谢啊。我也出去了。这个是你的。你怎么搞的？他为制服弄得那么脏。我怎么知道地上会有制服？而且只是粪便，用水清洗一下就没事了。 我马上过来啊！这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这样啊？他是你的孩子，你怎么看都不多看他一眼？哎，丽萱，你看，宝宝很可爱的啊，一双眼睛乌溜溜的。你看一下吧，你一定会很疼爱他的。为什么你们要多管闲事？我都说这孩子我不要了，还抱来干嘛？孩子是你生的，你应该负起当妈妈的责任。我是不会要这个孩子的。喂，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当初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就不应该胡搞。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拜托你把他带走，听到没有？丽萱，你刚刚生产，情绪不能太激动，记得要好好调理身体，要不然会有后遗症的。为什么到今天才跟我讲？你呀，为什么搞出这样的事情出来？你才几岁，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怎么会照顾孩子？你们呢？平时有关心过我吗？ 现在我也不要你们管了！你还讲这样的话，看我不打死你！你打！算了啦！什么算了？就是你了，平时怎么管教他的？是我没有管他，你自己呢？我不要开档啊，我不要做生意。这里是病房，你们要吵的话，请回家再吵个够吧，不要骚扰别的病人休息。哎呀，走了走了，在这里丢脸呐！走啊！不要再回来，让我死掉算了。哎呀，拿走啊！我再也不要看到他。 早上那位孕妇痛成这样，却要保住孩子，她却狠下心要丢掉自己亲生骨肉。年轻人不懂事，一看就知道是一时好玩闯了祸，哪还会想到要孩子？他太年轻了，父母又不关心他，
他偷生下孩子，加上孩子的父亲不在他身边，他是一时害怕才会做错事的。要不然哪有做妈妈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呢？不管怎么样，孩子都是无辜的，都是 Alice 不好，怎么做妈妈的？浩然啊，你不是清洗过吗？怎么比刚才还要臭啊？你该不是掉进马桶吧？洗干净了。山哥，你的鼻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的鼻子哪有问题啊？哎，你们2个没有闻到吗？他们说没有。哎，你的 name tag 呢？怎么不见了？是不是掉在垃圾槽里啊？你呀，上班迟到，你看现在制服给你搞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啊？我现在真的很担心那个小孩，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哎呀，我们是救护人员呐，不是救世主啊，管不了那么多的。你们这些菜鸟啊，以后看多就会习惯了。告诉你们啊，这不是最惨的。那3个有哪些案例是让你最难忘的？有，我曾经在工地啊救过一个被钢条压伤的金属工人啊，他的心脏啊都被压裂了。我在救护车抢救的时候啊，以为救不活了，谁知道送到医院的时候啊，幸好遇到有心脏圣手之称的施兴国教授啊，他就像裁缝师一样，用他的巧手啊将那个心脏啊修补好。那个工人啊，竟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哎，就是他，就是那个医生。哎，施教授，你好。他是不是心脏病啊？吴嫂，会不会是中风了？要不要叫救护车？不用了。头脸五官没有异常，口眼没有歪斜，不是中风的迹象。脸色苍白，出汗发冷，应该是低血糖的症状。他醒了，他醒了，来，把他扶起来。慢慢来。哇，范医师，你果然厉害。吴嫂，你血糖过低又有贫血，所以很容易晕倒，要多加留意。你要按时吃东西，平时出门的时候呢，要准备一些糖果在身上。一感觉到晕，就吃1颗，以防万一啊。有啊，我的糖刚好吃完了，我忘记去买啊。记得去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好好的调理身子，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谢谢你，方医师。那多少钱啊？不用了，我煮了些药茶，多喝点才走。哎呀，这怎么好呢？你每次都免费给我们看病，又煮药茶给我们喝，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啊，你慢走啊，小心点。下一位，什么病？知道的话就不用给你看啦。不错不错，那么多年了，这里一点都没变，尤其是方明方医师施医行善的作风。那我倒要考考你有没有变。脉诀念来听听。脉为血脉百骸通，大会之地寸口中，掌后高骨鸣关上，关之前后寸齿鸣。脉浮者是什么原因？脉浮者多为表症，需要解表。有喜呢？有喜者脉象是滑溜不定的。不过含上颈，脉象也是滑的。口齿伶俐。照说应该没病才对啊。唉，是心病。不过还好，还未到病入膏肓。知我者莫容方医师也。你是我女儿，我当然了解你啦。那你要配什么药啊？心病需要心药来医，要对症下药，包在我身上。今晚呢，是你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有办法？天气热，去外面喝多一点药茶吧。你爸就喜欢吃你亲手做的沙律，
今晚可是你大显身手的机会，千万不要让他失望啊！如果爸吃了我的沙律，就不会对我失望。我愿意天天做不同的沙律给他吃啊。父女俩哪有隔夜仇的？没事，等一下去买沙律酱吧。我想爸真的是生我的气，他现在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你爸的脾气向来就不小，他对我也是这样啊。只不过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和他夫妻了这么多年，还不了解他吗？妈咪啊，他生你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想办法让他降下火气咯。那如果他是因为疲劳过度而引起的，就炒一道银耳瘦肉给他吃；如果是因为失眠了没胃口呢，就吃百合荷叶饭，帮他胃口大开。那如果是因为更年期而变得脾气暴躁呢，就弄一道芍药酸辣汤给他喝，让他清血气，舒缓肌肉紧张。你真厉害，难怪爸被你养得白白胖胖的。那当然喽，人家说要留住男人的心，就一定要留住他的胃，你可要多学点哦。Yes, ma'am 。今晚你就吃这些，加上你的爱心沙律，就算是冰山也会被融化的。妈咪，这是我回国后为爸庆祝的第一个生日，你说我该送什么呢？让我想想看啊。哎，你记不记得你爸有一盆心爱的竹子盆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死掉了，他还难过了一阵子呢。哈，他细心照顾那么多年，肯定难过啊。是啊。哎，不过如果你再买一盆新的送给他，让他重新培养感情，心灵上有了寄托，那他就慢慢的忘记以前的事了。原来你都帮我想好了，还是妈咪最了解和支持我。当然了，你是我生的。孩子不就是来跟父母讨债的吗？你说我是大窿啊？哦，耳朵不够大，没有资格。哎，小姐，你真有眼光。这些竹子呢，代表高风亮节，送给老人家呢最适合不过的。好吧，我要这个。好，我给你包起来。怎么样，小弟弟，你没事吧？没有。对不起啊。是没事。对不起。怎么开摩托的？差点撞到小孩，弄坏我的盆栽。小姐，你没看到，我是为了闪避人才撞上来的。多少钱？最多我赔给你好了。做错事还说那么多，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你怎么赔啊？你等我。想溜啊？我才不会。谢谢。啊，这花盆是我特意定做的。我要你赔盆栽，不是花盆。竹子又没撞坏，放进去不就成了吗？来，帮你做，保证你满意。我不要，我要原来的花盆。你识不识货？这是我特地为我老爸定做的，外面买不到的。哇，那你老爸肯定不喜欢。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你听好了，我要你买原来的花盆。我都跟你说了这个花好啦。那这不就行了吗？还是这位小姐比较有礼貌，又有智慧。嘿，对妈妈这么没大没小，打你。没大没小。怎么样？气消了吧？你呀，驾驶技术差，没风度又没礼貌。施哲明大医生，你的书真是白读了。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哲明今晚要做晚班，我已经通知你爸早点回家了。真
是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如我打电话给爸。也许你爸临时要动什么手术的，耽搁了，没关系，他一定会赶回来的。怎么样？你爸说什么？爸手机没开，我打去办公室也没人接，可能他已经离开了。也许他正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所以把手机也关了。再多等一会儿吧。妈，我要去医院，我不能等了。那我打包一些饭菜，你带去医院吃吧。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这是浩然回国之后第一次为你庆祝生日，你就这么不领情吗？我知道，你希望浩然当医生，可是你这么做只会把你们父女俩的关系推得更远，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我真的很后悔，当年送他到外国去当义工，我应该直接让他去大学念书了。一个人在国外，要懂得好好照顾自己，出门不比在家里，凡事都要自己打点的。你啊，叫女儿去当什么义工嘛？浩然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我身边，叫我怎么放心得下？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让他出国当义工，磨练一下自己，学习独立的生活，将来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成熟的应对嘛。妈咪，你放心吧，那里很安全的。再说半年很快就过，我很快就回来的。浩然从小品学兼优，好不容易被大学的医科录取了，你就不让他喘口气，就送他去外国当义工？我这样做是为他好嘛，医者父母心，让他出去看看世界，了解一下条件比我们差的孩子，对他将来做医生是很有帮助的。好啦，说不过你了。一到了那里，就马上打电话回家。还有啊，一感觉到不适应的话，就买机票回来，知道吗？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半年的时间充实自己的。想不到他回来以后，判若两人。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们这个女儿在国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你要当救护人员，为什么？因为时间太短，我想做的事太多，我不想浪费时间再回去读书。读书是充实你自己，就好比储存的弹药，派上用场的时候就火力十足了。我想把握时间，做我想要做的事。反正身为救护人员，我一样可以救人的。我送你出国半年，你一待就待了5年，找你又找不到，你现在回来告诉我说你不练医科，告诉我这5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爸，这5年我没有白白度过。我所经历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丰富、最难忘的。我不管这5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的前途我已经帮你安排了。我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照我的话去做。我知道你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我好，可是我想给我自己一些挑战，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就让我自己承担，好不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当救护人员。爸，我已经做了决定。好，如果你坚持要做救护人员，就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我施兴国的女儿。
个女儿在国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